中国西南的云江小镇，风景秀丽，群山巍峨，优美的自然风光下，暗藏着多变而脆弱的地质环境，这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。近来，云江镇正在兴建通往山外的隧道，一个叫洪一舟的男人却忧心忡忡。他是一名爆破手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研究室主任，有着过硬的专业知识以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。洪一舟拉着女友卢小静来到隧道，提出要再做一次超前预报。卢小静是个勘探员，是以常常被拉来当免费劳动力。两人刚进隧道没多久，就有一轮爆破。这次爆破引发了透水事故，水量很大，短短几分钟就淹没了隧道。工人们迅速带着重要设备撤离。洪安全起见，整个隧道进行了断电，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让水下作业更加艰难。偏偏洪一舟又因为儿时的一件事对水底有着深深的恐惧，然而他的专业素养不容许他考虑那么多。好在最后成功爆破了水底的溶洞，洪一舟也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抢险工作。这次的透水事故引起了工人们的不满以及上级的关注。项目负责人丁亚军来到隧道，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，说话也是言简意赅。洪一舟告诉她，因为地质大变动的原因，山体内部的情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，虽然还没有切实的数据佐证，但这一带极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。丁亚军听完表示会将这一情况向总部汇报，随后便进洞视察。镜头切换到风平浪静的小镇，洪一舟的父亲洪云斌不远千里来看望儿子，父子俩的关系自洪一舟母亲去世就有了隔阂。洪云斌是个退休铁道兵，年轻时常年在外工作，性子要强，不善表达，是以洪一舟跟他并不亲近。但让两人愈发疏远，还要说起母亲的去世。那时候母亲也因此溺水去世，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压在洪一舟心底。他怨父亲不在家，更怨当时无能为力的自己。洪云斌一概不理，浑身透露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为了尽快拿到有效的数据，洪一舟请卢小静去接一下父亲，自己带着设备上了山。虽然工作是个爆破手，但洪一舟一直以来对地质勘探也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，相关设备更是一应俱全。陡峭异常的云荡山，洪一舟攀附在岩壁上，随着一阵剧烈的地动山摇，保护绳悉数断开，好在还有一条安全绳支撑。洪一舟急忙稳住身形，发现对面的牛关山出现一条纵向裂缝，其间还有一个奇怪的洞。洪一舟操控无人机飞入洞中，随后将勘测数据传给了何工，让他尽快和丁亚军汇报。与此同时，眼前的路面就塌陷出一个深坑，一连串的反应相继发生，铁轨断裂，火车失控，直直砸向街边的商铺。路过的车辆防备不及掉入深坑，一时间耳边只剩人群的惊呼和哀嚎。洪云斌二话不说，拿着铁钎来到坑底，让众人不要停留，迅速爬出去，以防二次坍塌造成更大伤亡。救援队很快赶到，此时深坑中的大巴车上还有受困群众。洪云斌想起了车底的孩子，不顾阻拦爬下去施救。第二次塌陷随之而来，大巴车以及车上的所有人都掉了下去。坑底有个巨大的溶腔连接着地下河，情况凶险异常。六神无主的卢小静打电话给洪一舟，这一带的地下河相互连通，洪一舟探过的河共洞就是上游。他让卢小静通知救援队赶往河共洞，自己则想办法找到附近的地下河入口，顺着河道寻找众人。与此同时，项目方根据洪一舟以及卫星监测传回的数据，证实云荡山会发生山体滑坡，并且会直接冲击隧道和大桥。项目方的林总正赶往救灾指挥中心，他要求丁亚军务必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，不能延误国家高铁建设计划。离预计滑坡时间只剩72小时，国家和项目方都在加紧解决问题。初步拟定的方案为炸山清方，简而言之就是运用定向爆破技术，将危害大的山体引导至安全的一面，最大程度上降低损失。这时候，洪云斌带着幸存的几人向暗河的上游出发。洞中地形千变万化，不多时他们来到一处大坑，前路就在对面，但坑深40余米，怎么过去成了问题。洪云斌一番思考后决定绑上绳子，在洞顶寻找合适的支点布线。方法可行，但他到底上了年纪，刚找到一个支点就失手被吊在空中。这时对面洞中亮起一道火光，原来是顺着河道找来的洪一舟。洪一舟装备比较现代化，他用手持电钻在洞壁上钻孔，固定好安全绳挂钩后，顺着洞顶来到洪云斌身边。进来的洞口被堵了个岩石，洪一舟只能带着众人另寻出路，找准方向后一路向前。但没过多久，问题再次摆在面前，一个水潭挡住了去路。洪一舟对水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，何况是根本不清楚情况的深潭。他打算再找别的出口，洪云斌却坚持下潭探路。洪一舟情绪失控，一股脑说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委屈和害怕。洪云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均是泪流满面。此时，隧道总工程师何工正在争分夺秒出方案，但方案的模拟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。丁亚军坚决不同意出现任何损毁隧道及桥梁的情况。何工思考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这时，卢小静发现洪一舟布置的传感器还在工作，于是他带着实时传回的数据找到丁亚军。何工根据这个数据做出了新的爆破方案，并推演成功，大家马不停蹄进场开干。
爆破工作即将准备完毕，新的情况却再次出现，山体的岩层结构短时间内发生巨变，之前的结论及方案全部被推翻，滑坡的方向也从隧道转向县城，土石量足以淹没整个云江县城。救灾指挥中心马上启动国家级响应，部队开始紧急疏散群众。祸不单行，一场强降雨提前来临，这无疑为各项工作增添了难度，也加快了险情的发生。群众们短时间内没办法全部撤离，现在只剩唯一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炸掉隧道，利用爆破产生的地震波，将隔壁鹿獐山上的岩石引导至云荡山和县城之间，形成隔绝滑坡的障碍。这是一条修了10年的隧道，耗费的人力物力均不可估量，所有人心里都不是滋味，但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，他们别无选择。就在这时，洞中水位急剧下降，洪一舟一行人也通过了水潭并成功获救。在前往医院的直升机上，洪一舟接通了项目部的无线电，向总部传达了自己的想法，那就是炸掉裂开的牛关山，让它挡在县城和云荡山之间。何工马上进行了推演，这个想法的成功率远高于炸掉隧道。等选择打锚点，然后人亲自过去放置，但洞口山石又太脆，绳枪勾不住山体，人自然也就过不去。此时洪一舟所在的直升机正在洞口附近，他提出自己可以爬上去放置炸药。洪云斌虽然不舍，但身为军人，他知道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，于是直升机将它放在洞口附近的一个平台。洪一舟携带的攀岩工具掉下了山，接下来只能靠他徒手攀岩进入洞口。大雨没停，岩壁湿滑，这无疑是拿命在赌。洪云斌最终还是放心不下，选择跟在儿子身后，做他唯一也是最后一层保障。此时丁亚军带着炸药乘坐直升机来到洞口，父子俩也互相配合着往洞口一寸寸挪着。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下一个卧点距离较远，洪一舟没有信心能够到。洪云斌让他将自己作为脚点踩过去，洪一舟当即拒绝。当脚点和送死没有区别，但洪云斌却态度坚决，他是铁道兵，是军人，必须冲在前头。再僵持下去，两人都会体力耗尽。洪一舟咬了咬牙，还是按照父亲的意思，借力够到了下一个落脚点。等他急忙回身想要拉洪云斌一把时，他却脱手掉下了悬崖。洪一舟悲痛不已，但他没有过多的时间伤心，只得化悲愤为力量，一鼓作气攀岩而上，进入洞口。丁总命人射出绳枪，洪一舟一把拉住，随后将高爆炸药一一接进洞中，设置好时间扔进裂缝。丁总拨通卢小静的电话，把手机一并送了过去。也正是这通电话，让彻底脱力不打算离开的洪一舟改变了主意。他在最后一刻跳出洞口赌了一把，这一把没赌输。洪一舟抓住直升机的起落架，丁亚军和另一个兵抓住了他的手，爆炸声随之响起，牛关山轰然倒塌。不多时，云荡山主体滑坡开始，也正如大家期望的那样，牛关山形成的屏障挡住了滑坡土石，云江县城得救了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剧情有些夸张，有些假，但事实上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